大家好，因为这个主题定得有点无奈所以破题的方式呢，就把疗愈的影片摆在前面。家庭种植的时候呢，若是空间足够，那种点水果也是不错的选择。当做累了或是渴了，也就可以现场摘取食用，顺便休息从某个角度来看呢，也算是自得其乐。而这甘蔗渣呢，还可循环，拿来当燃料或转做有机肥算都是不错的选择，也不怕它随地乱长。关于疫苗个人算是一直走在等待施打的路上，总常听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可怕，但是错误的选择也是一件可怕又无奈的事当初想说，既然身份已经有造册，就多选了莫德纳医院登记结果政策改变造册无效，又转为中央统一管理，一下就度过了老莫的春天了。终于开放更改意愿后又多选了 AZ 疫苗，结果因为一句考虑公平性的说法前面又突然多出300-400万人。因为个人只是在田间打滚的人不属于高端分子，所以也就只能继续走在等待疫苗的路上了。转眼呢，夏天就在等待 AZ 疫苗的时间过了，就要开学了。BNT 又加入新增选项了，只是这次加选的过程只要没有改前面的登记，就不会影响到排序了。突然不用考虑公平性了，无言，只好又继续走在等待疫苗的路上。好多同学跟朋友都是这样以上纯属巧合的，有点离谱，就是也只能自救了。种植之前呢，先对这溪地进行松土但边坡呢保留住现状算是偷懒又比较轻松不进行挖松的原因呢，除了没有要种到这么外围之外，保留硬化的程度呢，也可以避免它崩落了。因为太时常下雨了，内部的土壤过黏必须先将它敲松，顺道呢也把雨水带下来的沙土呢进行混合一下，来降低土壤的粘性因为预计呢扦插3排，所以先挖出3条浅沟。而薄荷呢很喜欢水一开始种在浅沟内呢，会更容易保湿至于扦插技巧这跟地瓜叶或空心菜一样简单如果想更快速长得茂密那就可以在同一个位置上呢扦插个3支。扦插的宽度呢约10公分即可。扦插前呢，叶子不用修剪，没有插，这大概只要3天的时间虽然会有枯叶，但是呢它就会自动再长叶子了。唯一要注意的是，前3天要尽量保持高湿度顺便把日前影片中利用雨天剪开塑胶水管的第一个用途补上。铺设过程呢，不但可以拿来调整走道宽度铺设完呢，还可以当杂草抑制席使用，避免长草。就算长草呢，也是可以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拔除了。最后的彩蛋呢，今天就只能靠自己来了。
5天后呢，这薄荷已经开始长出新叶了哈。而当初设计呢，调整后的环绕水池范围，搭上这伸长型的水瓢呢，完全是恰到好处啊！一条走道就可以完全照顾到2侧的作物了，这就完全不是巧合了哈！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单纯只是简单数学。这样浇水呢，算疗愈吗？谢谢收看。感觉亮点不够强，再补上花絮好了。原本影片内呢，还有一段引用台视新闻的影片，不过无法取得授权被禁止播放，只好影片重做。内容主要是辅助说明薄荷的功效，在片尾跟影片说明处呢会做个连结，有兴趣的再自行观看。对于白肉火龙果呢，不知是否跟我有相同的印象既有的印象是，就是完全不知在吃什么没有味道。不过日前因为亲戚给了一堆，消化不掉，所以就再吃吃看。整只吃了以后呢，惊为天人，竟然是酸酸甜甜的，也因此才有了以下的行动。看看这白肉火龙果是否也有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来考虑是否要再进行扦插。虽说强摘的果实不甜但是想到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克服偷拔的果实最好吃，应该有听过吧？总听老一辈的长辈说小时候偷抽取火车上的甘蔗来吃真叫够好吃，所以也来仿效一下假装偷拔火龙果。这是隔壁金伯种的火龙果，加上一旁野生的。不过隔壁叔叔有交代过要吃可以自己拔，所以也不算是真正的偷拔就是。这在下方看起来很漂亮的火龙果上去看却不是如此的美好，因为附近有松鼠在出没。大部分的火龙果上方呢都被吃掉了，但也只是高度怀疑是松鼠吃掉的，因为在内部呢只看到金龟子但很多颗上面呢都像是这样的凹洞这样的结果呢大概就不用再验证是否会甜了。再次谢谢收看。